親愛的朋友們，歡迎來到微光夜讀。秋末的雨總帶着一股子不肯甘休的痴纏，水汽呼滿了公交車的玻璃，把窗外那座鋼筋水泥的城市浸泡成一幅油膩的水彩畫。我叫林默，是這座千萬人口都市裡一粒再也平凡不過的塵埃。地鐵裡的人潮像缺氧的沙丁魚，把我從這個車廂擠到那個車廂，汗味和廉價香水味混合成一種令人窒息的焦灼。出了地鐵，我在巷子口那家老王记面館點了一碗加了雙份辣油的牛肉面，老闆很熟絡地衝我點頭，碗裡的牛肉堆得像一座小山。這是我在這座城市裡為數不多的能感受到的溫情。回到我租住的公寓，一套乾淨但簡樸的兩居室，空氣裡還殘留着昨夜加班時咖啡的苦澀味道。我脫下被雨水打濕的外套，扔在沙發上。餐桌上攤開着一份厚重的報告，封面上印着一行小字 ：DH01 最終階段評估報告。這是東湖新區項目的內部代號，一個關係到這座城市未來20年發展格局的龐大計劃，而我正是這份計劃的總設計師，一個聽起來無比響亮，但實際上卻藏在無數文件與圖紙背後的名字。我的身份是保密的，對外，我只是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一名普通研究員。就在我準備繼續對着那堆枯燥數據奮戰時，手機響了，屏幕上跳動着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班長張偉。我猶豫了一下，還是按下了接聽鍵。喂，是林默嗎？我是張偉啊。電話那頭傳來一個過分熱情的，仿佛塗了一層蜜糖的聲音。是我，班長好。我淡淡的回應。哎呀，你可算接電話了，老同學，這都10年了，還跟我這麼客氣。張偉的聲音裡帶着一種誇張的熟絡，緊接着他清了清嗓子，用一種不容置疑的語氣宣布道：是這麼個事兒啊，這周6晚上咱們畢業10周年同學聚會，你可一定要來啊，在凱旋門大酒店，全江城最氣派的地方，我親自安排的。凱旋門大酒店，我知道那個地方，一頓飯的人均消費大概是我半個月的房租。我最近可能有點忙，我試圖推脫。忙什麼忙？張偉的聲調立刻高了8度，帶着一絲不易察覺的輕蔑。林默啊，不是我說你，你就是學生時代那副老樣子，太不合群了。10年了，大家天南海北的，好不容易聚一次，你不會連這點面子都不給我這個班長吧？再說，咱們班花蘇晴也來，你當年不是？呵呵，不多說了，你懂的。就這麼定了，周6晚上6點，不見不散啊！電話被啪的一聲掛斷了。我握着手機，苦笑了一下。張偉還是那個張偉，永遠都喜歡用他那套自以為是的邏輯來安排別人的人生。他可能不知道，他口中的炫耀與談資，在我眼中不過是一堆冰冷的建築材料和需要反復計算的容積率參數。正當我出神時，手機屏幕再次亮起，是一條加密短信，發信人是我的助理小陳。林工，省辦緊急通知，明晚王書記要聽東湖項目最終匯報，請您務必到場。時間有衝突，需要為您推掉同學會嗎？王書記，主管城建規劃的省委常委，東湖新區項目的總負責人。他的會議沒有任何人敢怠慢。我皺了皺眉，回復道：不用，匯報材料提前發我，會議開始前半小時提醒我，我會安排好時間。同學會還是去一趟吧，10年了，有些青春的記憶，即便蒙了塵，也想回去掸一掸。周6的傍晚，江城的霓虹像發情的孔雀，
拼命展示着自己豔俗的羽毛。凱旋門大酒店的門口更是如同一個頂級車展，那些閃爍着金屬光澤的鋼鐵猛獸安靜地匍匐着，散發出一種金錢特有的令人不安的荷爾蒙氣息。我穿着一件洗得有些發白的休閒襯衫和卡其褲，從一輛出租車上下來時，感覺自己像一滴水，突兀地濺進了一鍋滾燙的油裡。門口的侍者用一種訓練有素的、夾雜着審視與輕視的目光在我身上掃了一下，沒有像對待那些從豪車裡下來的人一樣殷勤地為我拉開那扇沉重的旋轉玻璃門。我並不在意，自己推門走了進去。宴會廳裡水晶吊燈的光芒刺得人睜不開眼，空氣中彌漫着高級香水、雪茄和食物混合在一起的一種紙醉金迷的腐敗氣味。張偉站在人群的中央，像一頭驕傲的雄獅。他穿着一身剪裁得體的名牌西裝，手腕上那塊金光閃閃的手表在燈光下晃得人眼暈。他正唾沫橫飛地跟幾個大腹便便的男同學吹噓着什麼，不時爆發出誇張的大笑。看到我進來，他的笑聲停頓了一下，眼睛裡閃過一絲幾乎無法掩飾的失望。他期待的是衣錦還鄉的榮歸，而不是我這種仿佛剛從圖書館裡走出來的落魄書生。李默來了，他朝我揮了揮手，語氣平淡的像是在招呼一個遲到的服務員。自己找地方坐吧，同學們都在那邊。那是一種刻意疏遠的姿態，瞬間在我和其他同學之間劃開了一道無形的鴻溝。一些混得不錯的同學只是淡淡地瞥了我一眼，便立刻轉過頭去，繼續他們關於股票、房子和女人的高深話題。他們的眼神像一把把鋒利的手術刀，精準地剖開你的外殼，然後對你那寒酸的內裡投以輕蔑的一笑。李浩，我大學時睡在我上鋪的兄弟，端着一杯啤酒擠了過來。他穿着一件格子襯衫，頭髮有些凌亂，看起來也是剛加完班趕過來的。他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小子可算來了，我還以為你被外星人抓走了呢。”只有在他的臉上，我才看到了一絲真誠的笑意。路上堵車，我簡單的解釋道：“堵個屁！這幫孫子一個個都跟換了層皮一樣。”李浩壓低聲音，撇了撇嘴，看張偉那副德行，不知道的還以為他當上聯合國秘書長了呢。不就是個賣房子的總監嗎？牛氣什麼？就在這時，一個溫柔的聲音在我身後響起：“李默，你也來了。”我回頭看到了蘇晴，她穿着一條淡藍色的連衣裙，沒有化濃妝，卻像一朵安靜的百合，在這一片浮誇的牡丹與玫瑰中，顯得格外清新脫俗。10年歲月似乎沒有在她臉上留下太多痕跡，只是那雙清澈的眼睛裡多了一絲沉靜與從容。蘇晴，我點了點頭，感覺心臟像是被什麼東西輕輕撞了一下。她衝我微微一笑，那笑容像秋日午後的陽光，溫暖而不熾熱。張偉顯然注意到了這邊的動靜，他皺了皺眉，端着酒杯走了過來，刻意地將自己肥碩的身體擠到我和蘇晴中間。蘇晴啊，來，我給你介紹一下，這位是咱們江城鼎鼎有名的劉總，人家可是做大生意的。他不由分說地拉着蘇晴走向了那個油光滿面的劉總。蘇晴回頭看了我一眼，眼神裡帶着一絲歉意和無奈。我無所謂地聳了聳肩，今晚本就是一場屬於他們的名利場，而我注定只是一個格格不入的旁觀者。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宴會廳裡的氣氛被酒精和虛榮心加熱到了一個粘稠的沸點。張偉站了起來，拍了拍手，
他那塊名表發出的清脆響聲，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各位，各位，靜一靜。他端着酒杯，臉上泛着油光，用一種領導做報告的口吻說道：“今天是我們10年再聚首的大喜日子。這10年，大家都經歷了風風雨雨，取得了不凡的成就。為了方便大家交流，也為了體現咱們班級的層次感，我呢就自作主張，給大家安排一下座位。”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掃了一圈，像一個帝王在檢閱他的臣民。我們這桌主桌呢，都是為社會做出了傑出貢獻的同學。他指了指自己身邊那張最大的圓桌，那裡已經坐了幾個看起來最有錢的同學：劉總，上市公司副總裁；陳總，自己開了3家連鎖酒店；還有咱們的蘇晴大美女，現在是知名的建築設計師。被點到名字的人臉上都露出了得意的笑容，矜持地向四周點頭致意。接着張偉又指了指旁邊的幾桌，一一介紹着那些當了不大不小的官，或者在國企混了個中層領導的同學。每介紹一個，都引來一陣或真或假的吹捧和掌聲。整個過程就像一場赤裸裸的資產與權力展覽會。最後，他的目光落在了我和李浩身上，那目光裡帶着一種毫不掩飾的戲謔和憐憫。他晃晃悠悠地走到我面前，巨大的身軀投下的陰影將我完全籠罩。他俯下身，一股濃重的酒氣噴在我的臉上。林默啊，他的聲音拉得很長，充滿了戲劇化的腔調。我看你這10年變化不大嗎？還是這麼樸素，這麼沉穩。他故意把樸素2個字咬得很重，引來主桌上一陣壓抑的竊笑。這樣吧，他直起身，大手一揮，指向宴會廳最角落的一個位置。那裡因為人數超出預期，臨時加了一張小小的方桌，緊挨着上菜的通道和餐具回收台。你坐那邊，離上菜口近，方便，還能和服務員們聊聊天，體驗一下基層工作嗎？對你那個研究工作，說不定也有幫助。這話一出，全場瞬間安靜了下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那目光裡有同情，有幸灾樂禍，有看熱鬧不嫌事大的期待。這已經不是暗示，而是赤裸裸的羞辱。張偉，你他媽什麼意思？李浩猛地站了起來，手裡的啤酒杯重重地砸在桌子上，酒液四濺。林默是我兄弟，你把他安排到哪儿去？是故意惡心誰呢？張偉臉色一沉，但很快又換上了一副偽善的笑容。哎，李浩，你這麼激動幹什麼？我這不是開個玩笑，活躍一下氣氛嗎？再說了，座位不分高低貴賤，大家都是老同學，坐哪兒不一樣。林默自己都沒說什麼呢，他把目光轉向我，那眼神仿佛在說：你看，我給你台階了，你最好乖乖接住。所有人都看着我，等着我的反應，我卻異常平靜。我沒有憤怒，甚至沒有絲毫的波瀾。這些年，我早已習慣了用數據和邏輯來思考問題，而不是情緒。在東湖新區的規劃圖上，一個小小的坐標點的錯誤，就可能導致數十億的損失。相比之下，張偉這種小丑式的表演顯得如此微不足道。我拉住了正要發飆的李浩，對他搖了搖頭，然後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角，平靜地對張偉說：沒事，班長說的對，坐哪兒都一樣，那邊清靜，挺好的。說完，我便端起自己的餐具，在全場複雜的目光注視下，坦然地走到了那個被指定為恥辱柱的角落，坐了下來。我的身後是餐具碰撞的叮當聲和年輕服務員們壓低聲音的交談，我的眼前
是主桌上那一張張掛着虛偽笑容的臉。我看到蘇晴緊緊地抿着嘴唇，眼神裡流露出明顯的不悅與失望，而張偉則像一個打了勝仗的將軍，志得意滿地舉起了酒杯。對他來說，這場審判已經有了他最想要的結果，宴會正式進入了高潮，或者說，一場盛大的吹牛大會正式拉開了帷幕。主桌上，張偉帶頭，唾沫橫飛地講述着他如何在1個月內簽下千萬大單的傳奇經歷。那個劉總則醉醺醺地吹噓着自己公司的股票代碼，以及他剛在三亞買下的海景別墅。其他人也不甘示弱，話題從孩子的國際學校聊到太太手上的愛馬仕限量款，再到自己認識哪個局長、哪個行長。每個人都像是在進行一場軍備競賽，拼命地展示着自己最光鮮的武器，仿佛聲音越大，地位就越高。而我所在的角落，則是另一個世界，空氣裡沒有炫耀，只有食物的香氣和盤子碰撞的清脆聲響。服務員們來來往往，忙碌而高效，他們偶爾會向我投來好奇的目光，大概是在猜測這個穿着普通、獨自一桌的男人到底是什麼身份。我安靜地吃着菜，像一個置身事外的觀眾，欣賞着眼前這出現實版的浮世繪。我覺得有些好笑，他們口中那些足以讓他們自鳴得意一整晚的成就，在我看來，不過是東湖新區規劃圖上一個需要被拆遷或者重新規劃的商業地塊而已。他們賴以為生的所謂人脈，在我眼裡，只是一份需要反覆評估的社會關係風險報告。就在這時，我口袋裡的手機震動了一下，是一條信息，來自助理小陳：林工，數據模型最終核對版已發至您的加密郵箱，有幾個關鍵參數的閾值設定，需要您親自確認。另外，王書記的秘書剛剛來電，再次確認您9點鐘必須到隔壁的紫金廳。我眉頭微蹙，這場無聊的鬧劇看來必須提前結束了。我走到角落的廊柱旁，撥通了助理的電話。為了不引起注意，我刻意壓低了聲音：小陳，是我。林工，幾個核心區，特別是中央商務區的土地承載力參數，必須再核對一遍，不能出任何差錯。另外，通知技術組，把1號備用方案的動態演示準備好。王書記的風格，你們知道，他喜歡看最壞的打算和最好的應對。我的聲音很低，幾乎被宴會廳的喧囂完全掩蓋。我沒有注意到，在我身後不遠處，蘇晴正端着一杯果汁，靜靜地看着我。當我掛掉電話，轉身時，正好與他的目光相遇。在忙工作嗎？他輕聲問道，走到了我的身邊。一點小事，我簡單的回答。你好像一點都沒變。他看着我，眼神有些複雜，還是和上學時一樣，總是安安靜靜的，好像什麼都不在乎。有些事不值得在乎，我說。蘇晴沉默了片刻，然後像是鼓起了勇氣，問道：林默，你現在到底在做什麼工作？不等我回答，張偉那令人厭煩的聲音又響了起來。蘇晴，你怎麼跑這兒來了？來來來，劉總要敬你一杯酒呢。他不由分說地再次拉走了蘇晴，臨走前還用一種警告的眼神瞥了我一眼，仿佛在說，離我的女神遠一點。蘇晴被拉走後，整個宴會廳的氣氛似乎更加熱烈了。張偉顯然喝高了，他站到一張椅子上，高舉着酒杯，像一個蹩腳的演說家，開始發表他的人生成功學演講。同學們，10年了，我們都變了，变得更成熟，更成功，但是万变不離其宗，那就是實力。在這個社會上，
沒有實力，你就是個屁。就像有的人，他意有所指地朝我的方向瞥了一眼，10年了，還是一潭死水，那就別怪社會把你安排在角落裡。所以，讓我們舉起杯，為了我們今天的成功，也為了那些還在底層掙扎的，哦不，為了我們美好的未來，乾杯，乾杯！一陣稀稀拉拉的附和聲響起。我看着張偉那張因為酒精和得意而漲成豬肝色的臉，輕輕地搖了搖頭。就在張偉的演講達到自我陶醉的頂峰，他那只肥碩的手正準備將杯中的紅酒一飲而盡時，宴會廳那扇雕刻着繁複花紋的橡木大門被人從外面恭敬地推開了。門口出現了一行人，為首的是一位頭髮花白但精神矍鑠、面容嚴肅的男人。他穿着一件半舊的夾克，但身上那股不怒自威的氣場，卻像一股無形的壓力，瞬間讓整個喧鬧的宴會廳安靜了下來。跟在他身後的是幾位同樣氣度不凡的中年人，以及一個嚇得臉色煞白，幾乎是弓着身子在前面引路的酒店總經理王書記。有人認出了為首的男人，倒吸一口冷氣，聲音都在發抖。是王書記，那個經常出現在省新聞聯播裡的省委常委，主管城建規劃的最高領導。張偉的眼睛瞬間亮了，這簡直是天賜良機。他的公司最近正想方設法想要擠進東湖新區項目的供應鏈，哪怕只是最外圍的建築材料供應，那也是一筆天文數字的利潤。如果能在這裡和王書記攀上關係，那簡直是一步登天。他幾乎是連滾帶爬的從椅子上跳了下來，因為動作太猛，差點摔倒。他以平生最快的速度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領，端起酒杯，臉上堆滿了谄媚到近乎扭曲的笑容，像一隻聞到腥味的蒼蠅，迫不及待地衝了上去。王書記，您好，您好。哎呀，沒想到能在這兒見到您，真是太榮幸了。他的腰彎成了90度，雙手把酒杯舉到了頭頂。我是江城宏圖建材公司的銷售總監張偉，我們公司一直以來的夢想就是能為咱們江城，特別是為偉大的東湖新區項目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唾沫橫飛地說着，把自認為最華麗的詞藻都堆砌了出來。然而，王書記卻連眼角的餘光都沒有分給他一絲一毫。他仿佛沒有看到眼前這個幾乎要趴到地上的男人，更沒有看到那杯高高舉起的敬酒。王書記的臉色很嚴肅，甚至有些焦急。他銳利的目光如同探照燈一般，迅速掃過整個宴會廳，像是在尋找某個極其重要的人。全場鴉雀無聲，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看着這戲劇性的一幕。他們看到高高在上的省委領導對班級裡最成功的張偉的殷勤示好，視若無睹。張偉那副谄媚的笑容僵在了臉上，舉着酒杯的手臂也因為長時間的懸空而開始微微顫抖。尷尬的沉默像一塊冰，凍結了整個大廳的空氣。王書記的目光從主桌那些衣着光鮮的成功人士臉上一一掃過，眉頭越皺越緊，他的耐心似乎正在耗盡。突然，他的目光停住了，他像是發現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眼睛猛地睜大了。他的視線越過了主桌，越過了那些2等、3等的座位，最終精準地落在了那個最偏僻、最不起眼、緊挨着餐具回收台的角落裡，落在了那個獨自一人安靜地坐在小方桌旁的穿着樸素休閒裝的林默身上。那一瞬間，王書記臉上嚴肅焦急的表情迅速轉變為一種極為複雜的混合了震驚、不解
疑惑，甚至是一絲惶恐的神情。在全场同學那如同見鬼了一般的不可思議的注視下，這位跺一跺腳就能讓整個江城地產界抖三抖的省級大佬，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眼球都快要掉出來的舉動。他幾乎是小跑着繞過了那張象徵着榮耀與地位的主桌，完全無視了還僵在原地的張偉。他快步流星，徑直走到了林默那張被定義為服務員桌的小台子前。他沒有像上位者那樣伸出手等着對方來握，而是他主動伸出雙手，緊緊的，甚至可以說是用力的握住了林默的手。他的語氣裡帶着一種難以掩飾的尊敬與急切，那聲音因為激動而顯得有些變調。林先生，您怎麼會在這兒？我讓秘書聯繫您，一直聯繫不上，還以為您出什麼事了。我們到處找您。林公這兩個字像一顆炸雷，在每個人的腦海裡轟然炸響。張偉的臉唰的一下血色盡退，變得比牆壁還要慘白。他手裡的酒杯哐當一聲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紅色的酒液濺了他一褲腿，看起來狼狽不堪。而王書記此刻完全沒有心情去理會別人的反應，他的目光落在了林默身處的環境，那張臨時加的小桌，旁邊堆着等待清洗的餐盤，還有兩個一臉茫然的服務員。他的臉色瞬間沉了下來，如同暴風雨來臨前的天空。他猛地回過頭，眼神像刀子一樣射向那個已經嚇得魂不附體的酒店總經理。他的聲音不大，但每一個字都像冰锥一樣狠狠地砸在眾人的心上。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讓林公坐在這裡？你們凱旋門酒店就是這麼接待我們最重要的專家的嗎？整個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靜音鍵，酒店總經理的腿肚子已經開始打顫，冷汗順着他的額角一滴一滴地往下淌。我不知道，王書記，我真的不知道這位是林公啊。他結結巴巴，語無倫次。而那些剛剛還在吹捧張偉、嘲笑林默的同學們，此刻一個個都像是被石化了一般，張着嘴，瞪着眼，臉上寫滿了荒誕與恐懼。他們的腦子已經完全宕機，無法處理眼前這顛覆他們認知的一幕。林默，這個他們眼中的落魄書呆子，10年如一日的失敗者，竟然是連王書記都要用您來稱呼的林公，而且還是最重要的專家。王書記根本不理會那個已經快要癱軟下去的總經理，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重新回到了林默身上。他語氣誠懇地說道：“林公，時間實在緊急，省裡的最終匯報會不能沒有您。東湖新區的最終規劃方案，還有幾個核心的關鍵數據，只有您能拍板。投資方的代表，還有幾個關鍵部門的領導，都在隔壁紫金廳等您1個多小時了。東湖新區，如果說剛才的林公是一顆炸雷，那麼這4個字就是一顆真正的原子彈，在所有同學的心裡掀起了毀滅性的核爆。這可是全省今年，不是未來10年最重大的戰略項目，新聞裡天天都在播報。據說總投資額高達數千億，是決定江城未來命運的超級工程。而他們眼前這個默默無聞、被他們肆意羞辱的林默，竟然是這個龐大項目的核心人物，是那個能讓所有領導和投資方乾等1個多小時的能拍板的人。這個現實太過魔幻，太過殘酷，以至於讓他們感覺自己的世界觀在這一刻被徹底擊碎了。林默的臉上依舊沒有什麼波瀾，仿佛這一切都與他無關。他平靜地對王書記說：“書記，您別急，
匯報材料我昨晚已經連夜修改完，發給您秘書了。要不這樣，我在這裡把幾個關鍵點再跟您口述一遍。他依舊不想因為自己的事徹底破壞這場所謂的同學聚會，儘管這場聚會本身已經變得像一個笑話。那怎麼行？王書記不由分說，態度堅決地做了一個請的手勢。您是總設計師，是靈魂人物，您不到場，我們這心裡都沒底。走走走，林工，我們一步說話，這裡的環境太不像話了。王書記說着，還狠狠地瞪了一眼站在一旁面如死灰的張偉，那眼神裡的寒意讓張偉感覺自己像是瞬間掉進了冰窟窿裡。張偉徹底傻了，他的大腦一片空白，只剩下王書記那句林工和東湖新區在他耳邊無限循環。他感覺天旋地轉，整個世界都在崩塌。他終於意識到自己究竟幹了一件多麼愚蠢、多麼可笑、多麼無可挽回的蠢事。他把一位自己老板的老板都要仰望的、決定着數百億投資走向的大神安排去和服務員坐一桌，他還站在椅子上，當着所有人的面嘲笑這位大神是一潭死水、底層掙扎。這已經不是簡單的有眼不識泰山了，這簡直就是壽星公上吊，嫌命長。他想上前去道歉，去解釋，去磕頭，但他的雙腿卻像灌了鉛一樣沉重的無法移動分毫。而王書記身邊那兩位穿着黑色西裝，看起來像是警衛員或者秘書的人，已經禮貌而又堅決地站在了他面前，形成了一道他無法逾越的屏障。林默在王書記和眾人的簇擁下向門口走去，經過主桌時，那些剛剛還不可一世的總們，一個個都像被霜打了的茄子，低着頭，連大氣都不敢喘。蘇晴看着林默的背影，眼神裡充滿了震撼，但更多的是一種了然和欣賞。原來這才是他真正的樣子，那份與眾不同的沉靜與淡然，並非出於落魄，而是源於一種站在更高維度俯瞰眾生的底氣。林默走到門口，忽然停下腳步，回頭看了一眼，他的目光落在了李浩的身上。他对着李浩露出了一個淡淡的微笑，點了點頭，然後他的目光又掃過了張偉那張慘白的臉，沒有任何停留，便轉身離去。那一眼沒有憤怒，沒有嘲諷，只有一種徹底的漠視，而這種漠視比任何惡毒的詛咒都讓張偉感到絕望。王書記一行人離開後，整個宴會廳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之前喧鬧的炫耀場，此刻充滿了令人質的全息聲般的尷尬與懊悔。第二天，消息就傳來了，宏圖建材公司的老板不知從哪裡得知了昨晚發生的一切，親自打電話給張偉，用一種近乎咆哮的語氣通知他被開除了。不僅如此，整個江城的建築行業圈子裡都流傳開了一個笑話，有個不長眼的銷售總監把東湖新區的總設計師當成了服務員。張偉不僅失去了他引以為傲的工作，更是在這個圈子裡徹底社會性死亡。那些之前拼命巴結他、吹捧他的同學，此刻都像躲避瘟疫一樣，紛紛將他拉黑，避之不及。林默離開後，那個死寂的宴會廳瞬間被一種更為瘋狂的能量引爆了。同學們開始瘋狂地打電話、托關係，動用自己所有的人脈去打聽林默的真實身份。當省重點項目東湖新區總規劃師、首席顧問、總工程師林默這一連串頭銜被證實後，班級的微信群裡徹底炸開了鍋。林默，林工，我錯了，我真不是人，我昨天喝多了，胡說八道，
您千萬別往心裡去啊，林總師，我是劉明啊，您還記得我嗎？當年我還借給您半塊橡皮呢，您看什麼時候有空，我請您吃飯啊。林大師，我早就看出來您非池中之物，那份氣度，那份從容，果然是大人物風範。微信群裡充滿了各種各樣的道歉、吹捧和套近乎，幾十個好友申請像雪片一樣飛向林默的微信。然而，林默的手機此刻正處於靜音狀態，安安靜靜地躺在紫金廳的會議桌上。他正戴着一副無框眼鏡，站在巨大的電子規劃圖前，對着王書記和一眾領導，條理清晰地闡述着關於新區生態循環系統的幾個關鍵節點。他的聲音沉穩而有力，充滿了知識與邏輯帶來的自信，那才是屬於他的真正的舞台。會議一直開到深夜，結束時，林默才拿起手機，看到了那數百條未讀信息。他面無表情地劃過那些諂媚的留言，沒有回復任何一條。最後，他通過了2個好友申請，一個是李浩。李浩沒有說什麼廢話，只發來了一張齜牙大笑的表情圖和一句話：“牛逼啊，兄弟，改天老地方擼串，我請。”另一個是蘇晴，他的信息也很簡單：“原來這才是你說的研究工作，很了不起，為你感到驕傲。”林默看着蘇晴的頭像，那是他站在一片薰衣草花田裡的側影。他猶豫了一下，回復道：“謝謝。”他欣賞的正是蘇晴的這份懂得。他驕傲的不是他如今的地位，而是他10年如一日對他所從事事業的專注與成果。同學會的風波像一陣風，很快就過去了。林默的生活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對他而言，那場鬧劇不過是他漫長而繁重的工作中一個微不足道的插曲。他不喜歡站在聚光燈下，更厭惡那些虛假的社交和毫無意義的攀比。他始終認為，他的工作是為這座城市和生活在這座城市裡的人民服務的。他的價值應該體現在城市合理的規劃、便捷的交通和可持續發展的未來裡，而不是別人的吹捧與羨慕中。1周後，林默收到了蘇晴發來的一封郵件，郵件的標題是關於東湖新區中央公園生態水景的一些不成熟建議。點開郵件，裡面沒有一句恭維和客套，而是一份長達10頁的圖文並茂的專業性建議。他從一個建築設計師的角度，對林默規劃中的幾個景觀細節提出了非常有見地的優化方案，甚至還附上了手繪的效果圖。林默看得非常認真，他不得不承認，蘇晴的專業能力非常出色。他的幾個建議確實是他之前方案裡考慮不夠周全的地方。他立刻拿起電話，撥通了蘇晴的號碼。蘇晴，你的郵件我看了，非常感謝。不客氣，只是我個人的一些想法，可能不太成熟。電話那頭，蘇晴的聲音帶着一絲緊張。不，你提的幾個點非常好，非常有啟發性。林默由衷地說道。尤其是關於引入雨水花園系統的構想，和我的理念不謀而合。不知道你明天下午有沒有時間？我想約你出來喝杯咖啡，當面和你聊一聊細節。電話那頭，蘇晴沉默了幾秒鐘，然後用一種輕快的聲音回答道：“好啊。”那一天下午，在一家安靜的咖啡館裡，他們聊了很多。從專業的設計理念聊到對未來城市的想象，再到各自的人生理想。林默發現蘇晴和他是同一類人，他們都相信真正的價值在於創造，而不在於炫耀。在那一刻，他們找到了真正的共鳴。幾個月後，
東湖新區項目正式啟動的新聞發布會，在全省乃至全國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新聞的鏡頭裡，王書記等一眾領導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央，意氣風發。台下是無數閃爍的閃光燈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媒體記者，但是在主席台上卻找不到那個被稱為總設計師的林默的身影。此刻的林默正戴着一頂黃色的安全帽，穿着一身沾滿泥點的工裝，和一群年輕的工程師一起站在項目工地的巨大基坑旁，塵土飛揚，機器轟鳴。他手裡拿着一張巨大的圖紙，正指着上面的某個區域，和身邊的同事激烈地討論着什麼。他的臉上沒有絲毫的不耐，只有一種解決技術難題時的專注與興奮。夕陽的餘暉將他的身影拉得很長很長，他沒有站在萬眾矚目的聚光燈下，卻用自己的知識和智慧承載着這一座城市未來的重量。這時，他口袋裡的手機響了一下，他掏出來看，是蘇晴發來的一張照片。照片裡是他剛剛完成的一個小區景觀設計模型，精緻而富有生機。照片下面配着一行文字，向林工學習，後面還跟着一個調皮的笑臉。林默看着那條信息，臉上露出了一個久違的、發自內心的微笑。他的人生不需要向任何人證明什麼，因為他的價值早已被他親手一筆一畫的刻在了這座城市的宏偉藍圖之上。這就是他無聲的重量。感謝大家的觀看。本期故事精彩嗎？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並分享給更多的人，這會對我幫助很大。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